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非暴力沟通，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些发生在家庭里面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可以来就这个问题来展开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一成不变的话题，就是关于，比如说我晚上出门，或者是我出去，或者是我出去玩，这个你们俩的这个反应问题，好吧？你们可以都先各自陈述你们各自的观点，然后我再来陈述我的观点，然后我们可以脑子里就想着说昨天那个非暴力沟通里面就是表达的应该怎么一个交流过程，然后来陈述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先。你先来。昨天听了你给我们讲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有很多收获，也感觉到呢，在以前的沟通当中呢，确实，有的方法不太对，或者是没从你的角度去理解一些事情，而且呢，就是也没有会那种，就是从你设身处地的为你想想的。昨天讲完以后呢，我倒觉得，比如说就你刚才说的那件事吧，从4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观察，是吗？观察的话，其实比如就是说那件事吧，就是说出去这件事情，要从观察的角度说呢，可能就是先看看你的反应，是这个意思吗？你就说你自己，你本身对于这件事，你觉得我，比如说晚上如果去三里屯，或者跟同学，比如说去，看演出啊，或者是什么，跟我哥他们出去，你就先说一下你对于我出门这种，就是晚上出门，或者是我要是住在朋友家或者怎么着，他其实最那个直接的，要说从feeling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感受来说，要说他不昨天也鼓励说直接表达，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看法嘛。其实就是说对你出去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就是说反对。但是呢，实际上最本质的呢那种态度啊感受，就是说最核心的实质就是担心你安全上有事儿，因为毕竟你要是太晚了的话，街上人也少了，另外呢去的那种地方，比如类似有可能像你们去的酒吧呀什么的，他很多就是去的人也比较杂，什么样人都有，也是对，其实对女孩来说呢，也一个是不安全，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角度说，经常去那种地方呢，可能对你的这个就是说心静下来，去更好的去投入学习呀，这种实际上也不太有帮助。其实要一个有志向的人呢，他实际上去，你比如说你要将来想考研究生、考博士，在你的专业上，也需要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需要出去，但是呢，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去专心专注、专心致志的去干某一件事。你太多的杂念，太多的经常出去以后，那心散了以后，实际上对你这个想干成你这个学业有成这件事呢，或多或少还是有影响的。其实最主要的就还是说，一个是安全，另外呢就是怕你接触了不好的人，因为你可能年龄还小，就说有时候看人呀、什么的，可能也看不出来他就是慢慢的人是不是有什么恶意呀，或者怀有什么那个，就是有一些就是做坏事情的这种人。
这可能你们大多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看，也没把世界想的那么复杂，但是实际上呢，就像有一些酒吧那种地儿，还是像这种人还是比例很大的。另外呢，就怕你时间长了以后，就是散了以后呢，对学业肯定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是从最非零的这个角度呢，倒不是说不想让你出去，就是说出去一个是可以出去，另外呢就是早回来，就不要太晚了。你像一般要是北京这种，虽然比较安全，但是一般要10点半以后的话，街上已经就是人烟稀少了，就是说已经不太安全，就算比较很晚了。另外从女孩子来说，太晚回家实际上也是不好的习惯。另外去的地儿呢，可以去一个比较，你像一些比较安静啊，或者是比较雅致的、有情调的地方，也不见得非得就去酒吧这种地儿，就是说也可以去沟通。但是呢，就是酒吧那种地儿可能去说是经常去是发泄，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你要是对于一个人你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包括一个人成熟呢，需要其实在静的地方往往是更好的，就是说也不用到那种特别喧闹、特别那个发泄那种地方去。所以呢，另外就从昨天你给我们讲了呢，就是我也觉得是，就是可能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观点看法直接跟你说出来，然后呢，可能也从你的这个角度、态度、你的感受，这两边呢都得可能互相的去沟通、去理解，最后呢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就是说你也能把你想干的事儿干了，然后呢我们也能接受，大概就是这样。那比如说你像之前我爸还有我姥爷说不让我经常跟我哥他们一起出去，你对于这种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这个我倒没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就是说，不论是哥哥还是跟谁男生或者包括跟女同学，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只要他是对方人品要真诚善良的人，性格呢心胸要开阔的人，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有些女孩儿，比如说偶尔认识的人，甚至结交男朋友的人是那种性格非常狭隘极端，甚至有时候变态的人呢？其实你要跟他那种接触以后，他容易钻牛角尖儿，最后出不来的时候，他会容易做出极端的这种行为。所以就是说，你无论跟交朋友的时候，或者那个在外面交往的时候，最起码他是真诚、善良、豁达，就是性格呢要是正常的人。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妈妈工作以后，我有一个感受，实际上交往的人里面呢，比如说结交比你有能力、有水平、有智慧的人，或者是一些高人的话，能帮助你引导你去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能比你让你变得也更好。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又是为什么说有时候圈子呀？可能这个圈子人都是上进的人，都是爱学习的人，都是有理想抱负的人，这样可能也会引导你跟着大家一样，都去这个正能量的环境里，对你也很有帮助的。就为什么有时候咱们就举这个例子，就是妹妹在清华，为什么大家学习都那么刻苦？实际上，她的清华的内卷就是都在刻苦学习，都不想落后，而且呢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实际上就是你比如说你要经常玩的圈子里呢，都是过于看重物质，喜欢奢侈品，又不想自己去通过自己的努力价值去取得，想比如说走一些捷径的话，可能一些不好的这些思想对你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所以希望妈妈就说，结交朋友没关系，但是呢，就结交一些有正能量的朋友，能帮助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们呢，就是能在一块儿，能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话题的这些朋友。
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就这样。那你来发表一下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至于我外出这一点，你比我妈的一些那什么要更加的这个严格。是你这个项目，这个要以这样的事例为说明的。因为我项目最根本，它那个咱们聊的这些，命到时题是候关于你怎么写的体现在你这个项目里？当然有，就是它主要是关于就是年龄差造成一些沟通矛盾或者怎么之类的，所以，因为我最早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想解决我，就是比如说，也不能说频繁，但是就是也是有一些不能说特别频繁，但是会经常，也没有经常，就是会有时跟你们发生争执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你选的这个课题。对，这本身就是我最后这是你这个自己 final 选的 project，是吧？并不是说对啊，老师。就是我自己命题啊，我们这个就都是自己命题。所以你来发表一些你对于，比如说我晚上出去啊，或者是我去跟朋友一起晚上去，可能玩的比较晚呢，或者是我跟我哥他们一起出去啊，你对这件事的看法？那就以小见大吧。其实本身这件事儿来说，并不是说这个会有什么多大影响，或者说是在咱们正常生活中会产生什么多大的这种反响的这种事儿也好，或者说叫问题也好，是吧？其实每个家庭或每个家庭成员之间，其实都会有这种就类似的问题的存在，是吧？并不见得就一定说家长对于子女，是吧？就只要是家庭成员之间，他都有，是吧？比如我要是长期的，晚上回来晚，是吧？肯定呢，这个你们也会担心，是吧？啊，这个有时候你妈有时候出去，你在家的时候你也能够感觉到，是吧？有时候我还这个背后数了他2句，是吧？其实这些东西呢，你要是从这个简单的理解，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是吧？一个说是首先还是说这个安全，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长大成人也好，这个没有安全做保证的话呢，那就是应该说是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是吧？首先得保证这个安全，就在保证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呢，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交往的圈子，像你妈说的哈，这个可以跟这个所谓志同道合的人呀、兴趣相投的人呀，有一些这种，这个丰富自己生活呀和这个感受、感知的这么一个圈子氛围呀，互相呢有一个交流，是吧？说从单纯的娱乐，是吧？其实是一方面，其实更多的呢，这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话呢，其实还是说，如果说在这个思想层面，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更高级的交往，是吧？就像什么酒肉朋友啊，什么时候约着喝酒啊，大家呢可能也身心得到放松了，愉快了，是吧？但是过后呢，就是说，他有什么一些更有益的东西保留下来，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是要有所这个鉴别的，是吧？尤其呢，就是像你妈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好时光，是吧？你通过交流对你有所提升，那就这样的交流它是有价值的，是吧？甚至有附加值，
如果说仅此存在于这个所谓的娱乐这个层面的话，是吧？那你可能也就是在2小时、3小时之内，可能觉得放松了。但是呢，你可以想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既得到放松，完了又能够增加你的一些这个经历、阅历或者说知识什么的，是吧？尤其呢，就是还是说这个处在什么年龄阶段你是属于这种学生阶段，是吧？就像以前咱们聊天的时候的，那就是以学为主，是吧？尤其呢，你也是有目标、有想法的，是吧？那为了这个目标和这个想法这个实现呢，你就得在这个求学这方面呢，多付出，是吧？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你后边呢才可能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结果，是吧？说这个付出不见得一定成功，但是不付出是肯定不会成功，是吧？这种话呢，反正叫鸡汤也好，叫什么也好，但是毕竟它还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的，是吧？任何事情就3七开呗，是吧？就是在你认为他说的对的基础上，可能就要吸纳一些，但是说也不是说完全的说这个照搬，是吧？你可以说辩证的来看，但总体来说得看大的方面，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是吧？就是说，比如说经常性的、频繁的说出去，我觉得你肯定也不会去那么做，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强调呢，还是说，尽量呢，就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别这么频繁的，是吧？这个实际上就刚才说的，就是3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我们作为家长，肯定，就像以前也提到的，是吧？没有任何的说这个禁锢你，或者说是这个限制你，或者甚至于这个对你产生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要求的东西，是吧？肯定呢，说出来的呢，都是想为你更好，或者说都是从你个人的这个角度出发的，就是这个起码说是不被受到伤害，是吧？完了能够过得这个舒心快乐，是吧？健康，是吧？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能够认识到的，是吧？其实说这些呢，就是小事儿也没有过多的说是反复的需要在这个，在这件事情过多的这个咱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分解就是还是这个，成年以后，首先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另外呢，还得要兼顾别人的这种情绪，但不是说好像说我活着就为我自己，是吧？就现在咱们，尤其咱们国家这个网络语言，是吧？这个好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表达的东西比较多，甭管它是调侃的也好，还是什么的也好，是吧？实际上呢，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有这种判别力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会左右你，是吧？什么我的事情我做主，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话这个就跟刚才说的似的，是吧？你不能说哎有道理啊，对，就我自己的事情就我做主，别人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是吧？但是呢，你这个没跟你说嘛，就是3七开嘛，你可以说这种自我的概念在70%，但那30%呢，你就也得静静的想一想，是吧？你的行为是对别人有一种什么影响，是不是？你比如说，起码来说比如挽回，你会让别人担心，是吧？甚至于这个焦虑，是吧？如果万一真碰见点什么事儿呢，那就是对你个人、对家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是吧？这个所谓的这个风险
这一块来说呢，就是得做好这个风险这个识别，是吧？完了呢，有一些风险规避，是吧？你在这个识别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就是很考验一个人的，是吧？那你这个风险规避呢，实际上更多的是方式方法，是吧？那个层面的，但有时候呢，这两者呢都不可缺一，是吧？你有了这个风险识别，有了你的判断力，你才能去想出一些方式方法来回避你像这种风那险的发个，比如生，说晚是吧？ 11点多出来，自己叫滴滴这些，这是坚决不行的，因为你像那个滴滴司机，这社会上什么身份的都有。你要像，而且像他在这种一个人坐在车里头，他不像在别的地儿，他只要想有点什么温馨杂他这念的个话，人根本就没法那这个。个基本的信任是也应该有，并不是说好像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吧？这个人毕竟好人是多，但是就是说作为你一个个体来说，说这个大家这个都是互相关爱的，都是彼此不会说有伤害的，是吧？这个主导思想还是要在但是呢，就是它这个世界上它也不是说这个任何这个负面的东西没有，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说强大的方面表现有很多，是吧？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就脆弱的地方也很明显，是吧？说万一遇见到事儿了，什么样的事儿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个人的这种抵抗的这个能力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转危为安的这种环境能力等等各方面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说你力所能及的，是吧？就当这个邪恶的东西足够强大的时候，就你的坚强，或者说你的抵抗，有可能就是渺小的，是吧？是这个起不到能够自我保护的，对吧？当人一旦这个陷入到就是这种事件当中的时候，就是一定会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这种伤害，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什么叫居安思危啊？这个可能咱们聊的有点跑题儿啊，就这件事来说啊，好像过多的强调这个，晚上说出去，这个，回来晚单独这件事儿，实际上放大一下，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是吧？不单单是说像我们说的这些，可能没有更深的那种理论也好，或者说是逻辑表达也好，但是，它绝不是单单只说出门晚，出门晚回家这一件事来说，是吧？就是说也是一种建立一种这个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如果一旦有了意识来说，那你就在遇到其他方面的事的时候，是吧？同样可以，就是说从这自我的这个安全这个角度来说呢，能够给自己一些提示，或者说是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措施，是吧？该我了，那我就来表达一些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和看法，然后我说完，你们可以再基于我想法再进行你们的看法的表达。就比如说我们那天就是周三那天，是周三还是周四那天，就是我和我哥还有魏宇轩，然后还有几个他朋友，当时我们也进行了一次那种探讨的 workshop，然后主要也是就来这种问题进行一些
就是各自家庭的一些分享吧。就是其实就通过那次交流，我就是大家其实都能明显的感受到，就每个家庭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就是而且其实跟父母的成长环境也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或者影响。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姐姐，她妈妈本身是一个心理医生，然后她妈妈的思想就是比较开放的那种，所以就是她比如说，就是因为那个姐姐是我。就真的是很偶然见过一次，就是我上次和韩松去看那个演出，然后他正好在那个地方打工，他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是负责，就是比如说现场检票啊，还有他那个演出场地里面调酒什么的，就相当于是我知道他是在那个地方工作。然后我那天就本身一开始我就问他说，就是因为他们那个 live house 相当于他们那种是，比如说基本上结束演出就得够快10点半11点，他们还有签售什么的，就他说他每天下班可能都得凌晨2点钟，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那你家里人就不会说就不同意，或者你怎么说服你家里人，就是说让你来这儿能实习吗？他就说，就是他妈妈对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担心或者什么，就是他觉得他就是已经大了，能照顾好自己，但他爸特别不同意，但是他现在跟他爸妈也不住在一起，所以他爸就是也说白了就是不太清楚。就是但他爸同意归不同意，但是他还是会继续这样做。但我就问他们2点多下班，他怎么回来？他说他本身他们家离那儿就不远，然后打车就能直接回。半夜2点，一个女孩打车。那你就那是人，先别就是先听他继续说嘛。然后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她也是，就是她家里父母啊，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不是很愿意她就是晚上很晚回家嘛，但是她每次就是都会跟爸妈说，比如说啊我今天去这个朋友家住，然后说或者是那个我今天晚上就是要去这个朋友家住或者怎么着那样的，就是他不会说经常就是晚上总出去，但是偶尔出去的时候，他爸妈也不会说就是不同意或者怎么着那种。但是大部分情况他，比如说如果就是其实我身边的基本上大部分朋友就是大家偶尔都会去，比如说三里屯那边的club， 就是或者晚上大家偶尔去那边玩玩，就是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跟家长直接说我晚上可能跟朋友去 club。你像比如说我之前就问像魏博优，他也不会跟大爷说我晚上要去 club， 他一般选择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喝酒，或者说是我今天晚上去谁谁谁家住。就我个人而言啊，就是我其实是我不想欺骗你们说我要去干嘛的。就比如说，就像去年夏天那次，我确实是就是大家都回北京，然后想一起去三里屯那边，想去 club， 大家晚上玩玩。我会就直接告诉你，我确实是去哪，就我确实不会跟你说我要去谁家住或者怎么着。我不想给你们找这个借口，因为我确实觉得就是说，我直接告诉你们，可能比我说我找一个借口骗你们会要，就是对你们来讲其实是更伤害更大。伤害更大，就是对，就是相当于是怎么说呢？我很坦诚告诉你，我就是想让你就是。也没有那么担心嘛，就是起码说我确实是去 club 了，我不是说我骗你的，我确实是，我确实是不想骗你们去找那些借口去这些地方。对呀，我就说欺骗那个，要是说不说真话的话，那是伤害更大的。对，但是就是跟我同龄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大家都不会直接就
说可能跟父母直接说我真的要去哪或者怎么着的，就是因为其实可能有的父母确实是不希望去那种地方，但是我觉得你们当时可以讨论讨论为什么父母不希望多去那种地方。但是我们也不是多去嘛，就是继续讲，然后还有就像魏波优他就不说，因为都是男孩嘛，然后主要就是女生的话，当时我们还讨论就是说，就是如果大家有孩子的话，就是他们会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晚上，比如说去，就是很晚去那些地方，就是。然后基本上呢，他们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就支持，他们就觉得说，因为已经大了，就是能自己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而且就是你也不是说你一个人，然后就说白，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酒吧或者是club 里面，就是那肯定就是不会跟陌生人说话，而且就是比如说你要喝酒的话，就是你像我的话，基本去的话我都不喝酒，因为就是我一直都是让自己保持最清醒的状态，虽然我这样的人真的是几乎没有，但是我确实是，就是我去 club 的话，就之前也都是会让自己保持非常清醒的状态，然后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而且我基本上如果在国内去的话，我都是跟魏博优他们一起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如果你跟你非常信任的，比如说我哥有在哪儿，或者说是我朋友在哪儿，就是大家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就是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确实是觉得，就是你应该从小对你的孩子来教育安全问题，这点就是你确实应该从小就是教你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就是比如说你们担心那些情况的话，那确实是家长也会很自责，就是确实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就算我教你怎么保护，你要真出事的话，肯定你自己是最自责。就是我们确实也能理解，